烧掉麦田，释放信号，等待部队的救援。可他们不知战争已经结束32年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在32年里杀害当地居民180多人。这是二战中的一个真实事件。1944年，米国驻守在菲律宾的军队向日军发起总攻，日军节节败退，开始四处调集部队以挽回局面。小野就是这个时候被派往菲律宾一个叫卢邦的岛屿，前去增援当地的日军。上司命令他禁止自杀或向美军投降，并且这道指令只有他本人才能取消。接着在小野的带领下，4人躲进丛林，顽抗的抵抗到底。慢慢的，他们发现岛上没有敌人，直到在搜寻中遇到2名当地岛民。岛民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，美国人早就撤了。正当小野陷入沉思时，当地几个警察发现他们，双方开始与之交火。这次交战让小野坚信战争没有结束。他告诉其他3个人，就算是美国人走了，他们还是可以控制这座小岛，建立自己的情报信息。接着毅然决然带着残余部队向360高地进发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由于长期缺乏弹药粮草，小队里出现了瘟疫，大部分士兵来不及作战，就倒在疟疾的折磨之下。但是为了向天皇尽忠，小野和另外几名战友躲进丛林，继续进行最后的抵抗。但凭借他们单薄的力量无法占领并控制这座岛屿，所以他们决定发挥有限能力，让岛民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，这也算是对国家做出一点贡献。于是他们每逢收获季节就烧掉谷穗，一方面向岛民宣扬他们的存在，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狼烟作战发出信号，妄想周边岛屿的日军联络官能发现他们。接着他们以菲律宾军警为作战对手，还包括攻击当地的军用雷达、仓库以及哨点。而外界形势在急剧变化，米军关心着整个东南亚及东亚的局势。半年后，波及大半个世界的二战结束，开始进入另一个新世纪。各国清理完战争创伤，开启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。但作为漏网之鱼的小野等人，并不知道外界变化。他们每天依旧准时准点偷袭居民，让当地村人陷入恐慌。村民也组织起人员进行反击。小野保持着一贯的原则，那就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停太久，最多隔几天就会进行地点转移，这让当地人一直都没能抓住他们。在卢邦岛漫长的雨季中，他们躲在丛林，用芦苇就地扎营，相互轮班值守，保持清醒，以免体温过低导致死亡，又怕使用步枪暴露位置，所以无法获取更多食物。5年的野外生存让几人骨瘦如柴，衣服更是补了又补。4人为了吃到肉，决定找一个离村庄近的地方。极强的反侦察意识让他们在离开时还不忘拆掉草屋抹去痕迹，但是在丛林里穿插了1天，他们也没能找到村庄。其中2人为此还打了起来。为了解决这一首要难题，小野决定去偷村民的食物。6年没吃过肉的小鬼子冒着生命危险去偷当地村民的牦牛，可是还没等他们扛走，游击队就杀了过来。几人见状立刻躲藏到岩石后面，伺机而动。虽然对方都是村民，但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。4人中枪法最好的老兵立刻警惕起来，他举枪瞄准村民，怎知小鬼子突然大发慈悲放下枪，下一秒他就被对方一枪毙命。战友为了给同伴报仇，将村民抓获，以战争的名义一刀捅死了他们。然而可笑的是，日军在5年前就已经投降，而他们几人却认为战争还在继续，在菲律宾的卢邦岛上坚守了5年，幻想着有一天上头派人接他们回家。由于几人极强的反侦察意识，加上岛上茂密的丛林，当地民兵拿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在绝望的环境煎熬中，其中一个新兵决定向菲律宾军警投降。面对新兵的背叛，小野对剩下的战友表示自己宁死不降。而此时距离2战结束整整过去的6年，大概又过了1年的时间。山下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等他们前去查探，发现此人正是之前投降的新兵。他带领菲律宾军警回到丛林展开劝降活动，新兵甚至还找来小野的哥哥和父亲一同劝降。但是小野根本不信，他认为这又是美军的诡计。为了不让家人受辱，小野甚至举枪准备杀掉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好在中岛以避免暴露行踪为由制止了他。等劝降人员离开后，小野拿走他们的报纸和收音机，在报纸上看到东京建起摩天大楼，听到收音机传出美国橄榄球队到日本打友谊赛的新闻，但小野根本不为所动，还固执地认为报纸是被篡改过的，真实节目也是被美国人操控过的，甚至还从父亲的话语中寻找着他认为的暗号。研究半天，2人确定了福清想要传递的东西，就是让他们前往小岛南边的海岸。于是他们赶紧吓走当地居民，来到海滩边，2人精神的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坐在海滩畅想着胜利后成为英雄的美好生活。这样的信念下又过去了多年，转眼来到了1964年，当时日本正在举行东京奥运会。通过收音机，2人了解到当前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，但20多年的战斗生活让2人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他们无法接受世界的变化，继续着战争还没结束的生活。怎知这时一个喷嚏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2人立刻冲出草坪侦查。2个30年没碰过女人的鬼子意外捡到一个妇女，他们为谁先谁后争吵了起来。最后为了不影响2人的革命友谊，士兵小野决定雨停后放走妇女，但中岛不肯放走嘴边肉，他想趁着2人熟睡再下手。或许因为过于疲劳，不知不觉中他睡了过去。第2天一早，鬼子醒来，发现妇女拿到了小野的配枪，但是妇女由于过度紧张，一枪打在了中岛的腿上，疼得他吱哇乱叫。
这时小野借机反抗，夺住妇女的枪，被吓得妇女尖叫着往屋外爬。紧接着，从没交过女朋友的小野直接开枪击杀妇女，看着到手的妇女死了，中岛气得直哭，眼睁睁地看着小野把她埋掉。接下来乏味的日子里，受伤的中岛得到小野悉心的照顾，伤口终于有所好转。中岛不想待在屋中，执意到河边洗衣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被菲律宾当地渔民发现，中岛被抓失去性命，而这个小队自此以后只剩小野一人。他孤身继续坚持执行任务。不过中岛的死亡震惊了外界，这是在日本投降29年后，在菲律宾发现有日本士兵活动，直接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。随后政府派出大批人员前往东南亚地区的缅甸、菲律宾等地进行搜索。小野从广播听到劝降信息，但他依旧拒绝相信真相。这边日本政府一番折腾徒劳无获，但小野的情况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一名叫纪夫的探险家带着寻找小野的踪迹，前往菲律宾卢班岛开始探险生活。这天，小野听到附近响起鬼子的军歌，小野像往常一样从背后慢慢接近，但是他却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。接下来两人交流中，小野得知战争真的已经结束，但他心中还有一个问题：当初上司亲口向小野下达命令，不允许他自杀或投降撤退，并且这个命令只有上司一个人才能取消。小野深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他表示自己要走出丛林，必须让上司亲自来下达指令才行。继父两人只能在此处约定，会带着他的上司前来。但问题是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，到哪里去找小野的上司？好在继父有日本政府的帮助，终于找到了小野口中的上司。如今他是一个以卖书为生的普通人，已经忘记小野是谁，甚至否认曾在卢邦岛作战过。继父拿出证据进行一番劝说，上司答应他一起前去卢邦岛。接着小野找到了他们，上司颤颤巍巍走出来，小野向他敬礼。接着上司读起写好的稿子，命令小野就地投降。自此他就成了2战中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。